10号，由18个国家和欧洲议会超过170位各国跨党派国会议员组成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发表声明，表示法国总统马克宏不代表欧洲。议员同声谴责马克宏判断失当的言论，不仅无视台湾在全球经济中的关键地位，更伤害了国际社会维持台海和平数十年来的努力，且以历史为鉴，批评过去对威权政体的绥靖政策都没有好结果。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在推特上发文表示，回应中共挑衅的最佳方式是承认台湾是一个自由的主权国家，绝不让步。英国金融时报10号刊登著名评论员拉赫曼的文章，标题是为什么台湾对世界很重要。文章指出，台湾的安全攸关世界政治自由的未来、全球军事以及世界经济。他指出，中国共产党认为自由民主的价值观不适用于中国，甚至于西方国家。但台湾这个欣欣向荣的社会，就是中国文化与民主完全兼容的鲜明证据。它的存在保持了另一种愿景。有朝一日，中国本身或许能够如何运作。他还指出，如果中共粉碎台湾的自治，美国在该地区的实力将遭受巨大打击。新唐人亚太电视林玉堂、张麒麟综合报道。看一下中间，柯文哲此行以总统参选人的身份访美，展开自由台湾对话之旅21天的行程。周一来到纽约中华公所，受到中华公所主席曾伟康夜行侨领的欢迎。记者问道，在美国两党团结一致对抗中共的背景下，此行将如何为台湾争取更多发展空间？他表示，应该从让中国变革入手。如果中国不能变成一个比较文明的社会，一个比较文明的制度，那你除非一直把它封锁，对啊。因为现在美国政府已经普遍放弃 give up to transform 了，但是我觉得说中国按照这样走下去，那除非有一天要发生核子大战，不然怎么解决？目前，民众党仅次于民进党和国民党，为台湾的第3大党。柯文哲与中华公所双方互赠礼物纪念品，随后在公所人员带领下，柯文哲参观了中华公所。由于以往只有国民党的候选人会拜访中华公所，柯文哲也成为国民党以外前来拜访的第1人。柯文哲这次访美行程为期21天，他透露自己将会和美国政府、国会议员和智库展开对话，至于广度和深度，外界都在持续关注。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柯婷婷上镜纽约采访报道。每一次都怀着一个慎终追远的一种心情来的嘛，这个两岸同根同源嘛。其实这个来这种参加这个活动，应该多让年轻人来，因为现在这个台湾的年轻人呢，这个被民进党这个篡改教科书以后啊，对两岸这个的历史啊，这个越来越薄弱了。我们应该也在引导多一点年轻人的学子来到这边参加像是类似这样的活动，让他正确的了解两岸的历史，两岸中国的这个历史，
了解到他们身上所背负的历史的使命是什么。我们大家是一家人，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那中国人有什么样的一个内部的问题、矛盾？因为历史遗留的这些对立，应该由我们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也就是自家人的事，由我们自家人坐下来好好谈。过去其实美国它在和中国政府建交的时候，也都通过了我们说中美的3个联合公报，也讲得很清楚。那么呢，充分的尊重中国的主权，并且呢也了解到，就是中国人的问题应该是由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美国政客呢，他为了他自己的私利，那么去操作台湾问题，那甚至变成说美国国内呢，好像变成利用台湾问题逞凶斗狠来比赛。看哪个政客、哪个政党更敢来这个挑战中国的红线，更敢来挑衅中国的主权，似乎这样就表现说他们好像比较英勇的样子。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举动。那么美国的朋友也应该要认识到，就是说美国的国家利益应该建立在，就是呢美国自己呢将自己的问题处理好，对自己充满信心。那么太平洋之广绝对是容得下中美两国共同的发展，为全世界的人类贡献我们的心力，这个才是正确的道路。不要再搞这种对立对抗，去破坏中国主权的事情。这是大势所趋，这是不可能改变的东西，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台湾本来就是祖国大陆的一部分，那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人有很伟大的这种的思想观念，也是秉承的和善儒家思想，尤其是我们两岸同根同源，不需要有战争的。而且现在我也相信，现在的领导人有着强大的智慧，能够处理到这一段的。不要战争。Some people criticize your visit to China as an act of siding with Beijing. So what is your response? We side with nobody. We side with truth and peace. We want international law upheld. We want no war. We want peace in the world and harmony. And we want governments all over the world to act in the best interest of their citizens and not in the interest of big business. If we visit a country, it doesn't mean that we're a puppet of that regime. We're pro-people. And we came to China to meet the people, to see who they are, feel who they are, so that we understand them a little better. We're not here very long. We're only here for 9 days. But we will understand China a bit more when we go home. You have the tattoo on "No War" in Chinese. Yeah, no war, yes. It's actually my first tattoo, and I got in Xi'an. I have been anti-war all my life. I'm pro-peace. So for my first tattoo to say "No war," I think that's okay. I'm Irish, right? I'm not Chinese, but I want every country to respect each other, and I am not pro any government. I like, you know what? No matter what country in the world you go to, right? It's the people that I love everywhere I go. There's wonderful people everywhere. We have really enjoyed meeting the people of China on this occasion.